挺对不起大家的下次呢跟大家说的还是这种特别难受的东西，因为要说一说国务院刚刚发布的，今天没空讲了，刚刚发布的叫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5年行动计划，7月31号发布的。你们不知道这个是个多恐怖的计划，要求到2029年把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升到70%，提升到70%。这个东西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上个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你要对称着一看就难受了，就恐怖了真的恐怖了。中国真的要进入所有人能感知的末世了所有人能感知的一个末世了，所有人都要被某种程度的集中起来约束起来等等，好吧所有的个人资产都要被公有化，真的个人资产都要被公有化下次跟大家说吧，反正是不好的消息，好吧，不好的消息，没办法了这边顺便再说一下，昨天中指研究院发布了7月份中国房地产指数，中国100个主要城市二手房住宅平均价格是14653元每平米，环比下跌 0.74%， 跌幅比6月份扩大 0.01个点，是连续第27个月，2年它24个月，27个月环比下跌，同比降幅为 6.8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中国房地产100强企业在今年前7个月能够账面不严重亏损的只有一家机构，100家里只有一家，99家都严重亏损。刚刚出现选飞事件的一家公司叫什么来着？选飞事件闹得很大的公司，竟然在前7个月的业绩的跌幅，同比跌幅跌了将近70%多，将近80%碧桂园嘛，是叫碧桂园嘛所以你们都不知道中国的会怎么样，说从来都不错的什么龙湖之类的还跌了将近50%所以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这样子的。然后此外呢，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份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 PMI 为 49.4%， 比上个月降 0.1个百分点同时财新中国发布的7月份职业经理人采购数据 PMI 为 49.85%， 较6月份下降2个百分点，这是从去年2023年11月份以来第一次这2个机构同时发布的 PMI 指数都在荣枯线以下的景象，也就表明什么呀？就是已经经过这些统计机构造假之后，这个数据造完了假，仍旧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明显的衰退中。那就想想要不造假，中国现在经济是一个什么情况？造假了都在这种荣枯线之下。如何破局？中共倒台是破局的前提中共不倒台，破局咋破呀？没有地方去破，好吗？真的是没办法黄奇帆黄老师这个人呢，思想还是挺尖锐的，因为毕竟高屋建瓴在上面待过，也有一些经济学的底子。但是黄老师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是中共的官员，他的看的角度呢都是在中共体制内的角度去看社会发展问题，所以表象看得多一些，但是问题的本质他实际上是看不到的。比如说这个房地产那个下跌，他就看不到会持续长期的下跌，他就不想想中国有多少人房子是通过房贷买的，他自己有数据，但是他不会去想，如果这么多人还不起房贷的时候，这些人会产生多大体量的一个抛售以及法拍，这种抛售跟法拍的数量将会远远的导致未来的新房跟二手房市场的这个价格和销售情况这些东西止不住，因为会不断的降价，不断降价，隔了27个月会不断降价，不断降价压缩，所有这些人都会交不上的月供，房子就会越来越多，断尾的越来越多，怎么去来维持呢？不是新的房子住的这个情况，是整个市场只会下跌。所以呢，在官员里面，老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他没法摆脱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官僚体制的看问题的约束就是这个局限性，摆脱不了。也不是坑了，他当官也没有用，因为整个体制太落后了。黄奇帆在体制内不得烟抽，就是他在体制内是特别多人反感的，因为他懂，他确实是懂一些。黄奇帆应该叫学术官员，就是他是懂一些，他通过一些学术领域来出一些思路，但是他底下领导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而他又喜欢用自己讲的学术来给别人去讲，别人听不懂他讲的东西，
这样他在中共体制内不得要求。我在党校跟行政学院，我要在北京的中央党校跟行政学院给底下讲课的时候，很多部级领导官员了解黄奇帆这个人，大部分人都嗤之以鼻的，根本看不上他。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人永远在出一些具体的思路跟方式。那这种人如果一旦上去，那他就是那个害群之马了啊，害群之马了啊！我记不清当年孔子，大家知道晏婴吧？晏子使楚听过吧？啊，晏子使楚，孔子在见晏婴的时候啊，跟晏婴侃侃而谈。那时候孔子还比较年轻，有才气，所以孔子跟晏婴侃侃而谈。晏婴叹孔子有治国之大志，但是当孔子离开了以后，离开这个国家以后，他的侍从就问是否晏婴会把孔子，晏婴是宰相，会把孔子推举给叫相，不叫宰相，叫相，推举给当时的王啊。晏婴说肯定不行啊。他下面的人说为什么？说这个人的才华外露，太有见识。如果这个人在朝里被王看到了，王要聘用他，我辈等人在王的眼里都是狗屎了。哦，他先问那个人，他说在你的理解中，你看他聊的东西跟我平时聊的东西相比，我们两个聊的东西相差什么？他说孔子要聊的东西就像天上的云彩，您谈话的感觉就像地上的狗屎。他说你直说。他说对。他说你说的对。他说你都是这种感觉，所以我把孔子这个人推荐给王。那么在王的眼里，他就是天上的云彩，我们这些人都将成为地上的狗屎。所以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推荐给王，让他继续去流亡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官场走到今天也是如此。所以黄钦帆这种人不敢说这么大差距，他是没有在官场上存活的空间的。中国的官员大部分都是精于官闹的，但是真正懂经济懂商业的寥寥无几。所以黄奇帆这样的人是不能出现的，他又爱说又爱炫耀，所以他在官场上真正混了以后要死掉的，真的要死的，意外死亡。刘贺也算，但是刘贺呢背景是共济会，所以他只会用，不会被重用啊。网络身份证没用，你们现在都是实名制上网，你以为你们现在不是实名制上网吗？就是你们以前网络身份证，我就问问你们大家，你们现在有谁？你们用的 IP， 你们用的手机，不管你在家里用固定 IP 上网，用手机上网，你们现在网吧登记的身份证上网，你们谁不是实名制上网的？我先问一下。但是呢，你们翻墙出来，他就追溯不了了，懂吧？啊，翻墙出来追溯不了了。你们现在所谓网证，为什么它是个开玩笑的事？你们这里面有懂计算机的，你们知道你们在中国，只要每一个人你们上网，只要在中国国内，现在就都是实名制上网。用不用网证都是实名制上网，只是你们翻了以后，他们找不到你们自己的轨迹了，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了而已。你们早都是实名制了，你们的手机卡不是实名制吗？就是你们哪有不是实名制的呀？所以出这个网证只是为了再吓唬吓唬大家，但是在技术上没有任何用处。